歡迎來到新聞頻道，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香港這一夜，肖戰讓所有人目睹了他的巨星號召力，鄭曉龍果然預判成真。時隔6年再度線下現身震動全城。很多時候，外界對頂流二字往往缺乏具體的感知尺度，直到一場完全免票的公開商務活動，在工作日的傍晚讓一座核心商圈徹底沸騰。8月19日下午2點開始，港鐵尖沙咀站1出口被迫實施人流管控。當地警方為了維持現場秩序，將安保人手從20名直接增備至40名。K11MUSEA 這棟高達5層的商業體被人群完全填滿。維港畔長達800米的星光大道同樣塞滿了身着紅色應援服的面孔。現場的峰值人數逼近2萬，這種不設門檻、全靠自發匯聚的線下排唱，直接將藝人的真實號召力拋向了不可控的街頭，這背後需要極大的商業自信。港媒直接使用了"痛成"一詞來形容當天的盛況 ，TVB 進行了同步播報。隨後藝人的名字迅速攀升至中國香港谷歌趨勢前3，並衝入世界趨勢第20位。作為 YSL 護膚全球代言人，肖戰當天身穿該品牌2026冬季男裝系列的黑色雙排扣西裝登台。從尖沙咀、銅鑼灣到旺角，各大核心商圈的大屏以及主要地鐵站內全部被品牌物料佔據。港鐵銅鑼灣站與尖東站的燈箱上，大面積展示着主推的護手霜廣告。品牌方敢於在一個城市進行如此密集的集中投放，看重的絕不僅僅是鋪面的曝光，而是瞬間引爆大灣區市場的消費轉化率。事實證明，線上貨品被迅速秒空，線下專櫃的護手霜也成了排隊搶購的焦點。滿城的紅色並不是偶然。這個源自他生日1991年11月5日的色號911005，自2015年起就成了他線下站台的專屬標誌。當天甚至出現了一個頗具意味的細節，身着紅衣的人群順暢通行，而穿黃衣服的則被現場工作人員禮貌建議換裝。粉絲方面同樣給予了極高密度的回饋，尖沙咀加拿分道、旺角上海街以及銅鑼灣霧的承接的3塊地標大屏被同步點亮。這些應援視頻從早晨8點一直輪播到深夜11點。這種藝人與一線品牌粉絲群體在同一時空下的高頻共振，在當前的內娛生態裡確實難得一見。當天香港的室外氣溫超過了33度，在如此極端的天氣下暴曬，密集人群面臨着極高的中暑風險。藝人團隊的操作極其周密，他們主動向現場發放了冰水、降溫貼以及藿香正氣口服液，甚至架設了移動冷風機，隨後還不斷補充冰可樂和冰塊。肖戰通過經理人進行了2輪傳話，反覆提醒大家多補充水分。他下車後立刻用粵語向四方問好，看着茫茫人海，感嘆天空仿佛都被染紅了。活動結束後，他特意讓司機放慢車速，開窗與人群道別。這種精細且帶有人情味的逆向應援，打破了以往頂流線下活動中常見的冷漠壁壘，形成了一種非常堅固的情感紐帶。這種雙向的尊重還體現在一些隱藏的細節裡。就在活動前2天的8月17日，有網友在中環街頭碰見身穿無袖 T 恤短褲、背着雙肩包陪父母逛街的肖戰。他當時沒有佩戴口罩和帽子，在禮貌婉拒簽名請求後，得知對方身份還溫柔誇讚他們很乖。令人驚訝的是，這次偶遇全網竟然沒有流出一張現場照片，僅憑路人的文字記錄就衝上了熱搜前排。後援組織迅速發出倡議，呼籲不要跟拍尾隨私人行程。配合着韓國粉絲凌晨3點抵達當晚急走，
以及上海博士粉耗資千餘元專程赴港的舉動來看，這種大型群體少有的集體克制與秩序感，恰恰構成了它商業價值中最穩定、最可控的一環。龐大的號召力並非憑空產生，這是他時隔約6年再度在國內含港澳地區舉辦公開活動。距離他主演的新劇《十日終煙》在青島殺青，僅僅過去了21天。這部 S 級中視無限流大劇4月10日在青島東方影都開機，他在劇組連軸轉拍攝大夜戲。殺青前一天，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司長馮勝勇親自帶隊進組調研。該劇在全平台的預約量殺青前就已逼近150萬。行程如此緊湊，還能引發全城轟動，本質上是因為它始終有未播先火的重磅項目作為底氣支撐。業內對它的認知早就發生了轉變。在今年的白玉蘭獎上，《藏海傳》斬獲6項重磅提名，它也因此成為該獎項創辦13年來首個入圍的古裝劇男演員。作為曾指導過《甄嬛傳》與《紅高粱》的資深大導，鄭曉龍多次公開表示，在劇本籌備階段就認準了他是唯一人選。鄭曉龍盛讚其表演是教科書級克制美學，直言他演得太好了。評委會主席張永新也專門點出了他在劇中原聲台詞的情緒爆發力與層次感。老戲骨寧理則從他身上看到了新生代演員的責任心，能讓這批最挑剔的老牌電視人不吝讚美，說明他早已跳脫了單純的流量框架，靠作品摸出了真正的江湖地位。香港市場的審美門檻向來不低，從早年《陳情令》積累下第一批本土劇迷，到後來《藏海傳》在香港熒屏播出時收視率大幅領先同期劇集 ，TVB 甚至專門在地鐵站內鋪設宣傳物料。見慣了黃金時代巨星的香港觀眾，絕不會輕易為營銷買賬，能讓他們心甘情願地在工作日走上街頭，這種跨越地域的文化穿透力，正是品牌方渴望借此打通整個大灣區市場的核心邏輯所在。十日終煙的播出計劃定在了2027年暑期檔，在這段漫長的等待期裡，他用一場極其成功的商務站台，提前完成了巨大聲量的預支。不靠戀情炒作，不靠綜藝賺快錢，一年中絕大部分時間都扎根在劇組。只要持續用高質量的作品穩住基本盤，市場和資本自然會用最直接的數據給出答案。